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台下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李海浪，今年25岁，来自广东深圳。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我希望假期我们可以缓解上班疲劳。你上什么班？工作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吗？在车企上班哦，其实也还行，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工作上一些领导会给我们一些上压力、上难度。对。上难度、上压力、上链接。1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假期就是我们一起去玩那种极限运动，蹦极啊之类的，你觉得可以缓解吗？蹦极啊？我可能是胆子有点小，不是很敢蹦极。那你就是感觉能缓解疲劳的方式是什么呢？对呀。就比如说可以发呆，或者说去散步啊，还有去旅游。哦，好，谢谢。我觉得假期去蹦极的话，你可以用上班时间来缓解蹦极的疲劳。我要是蹦7天，我上班半个月缓不过来。我天天在那儿缓我蹦极受到的伤害。19号。大家好，我是19号女生依然，然后来自辽宁大连。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刚才提到的说想要出去旅游，那你有没有想过假期别人也会出去旅游？觉得这个假期能缓解疲劳吗？对，那确实，其实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一下，比如说把年假调到一块儿，然后避开人潮或者说人流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用去像5·1啊或者国庆时候去旅游，比如说像平时的一个周末可以特种兵旅游，就比如说去附近的城市啊，比如说像汕头啊或者佛山啊，去看看南澳或者看一下海都行的。你的第二个诉求，我不希望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女方是刀子嘴。17号。大家好，我是17号女生戴文俊，我来自江西，目前的话也是在广州工作。那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对刀子嘴的定义是什么呢？首先是刀子嘴的话，其实每个人定义都不完全相同，但发生在我身上的话，可能比如说像女朋友会跟我说，你要是变丑变胖了，我就不喜欢你；还有说你要是没有那么努力了，我可能也不大喜欢你。我不太确定是否喜欢你。刀子嘴的话，就是可能说话有点伤人，对。9号。就刚刚那个是我姐姐。啊？对。对。表姐。对，就是介绍过来的。我妈妈跟她的爸爸是亲兄妹。哎呀，那你们隔那么远，干嘛不靠一块儿？对呀。这样遥遥可以相望吧。就是男嘉宾有在说到不希望女生是刀子嘴，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就会说是嘴硬心软，但是我后面发现，其实要嘴软心硬才是硬道理。对。是嘴上要软下去，那两个人相处起来会好相处一点。我很理解这个事情。对。6号。我想说的是，我是因为对你有要求，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可能不喜欢你了。如果我对你没有要求，我就你发展你的，那反正我可能也不是和你走到最后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你说的这种人？那个熊一林说的话很像我们听到爸爸妈妈说的。如果你的小孩并不开心，你为什么要说让他不开心的话？所以我在想，最好就是豆腐心豆腐嘴。你要是爱他，你就说一些对方爱听的话，然后你可以提你的想法，但是那个东西不叫要求，因为你很难要求对方，尤其是恋爱关系当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对吧？你为什么要改变对方呢？你爱他就是因为他本来的样子。但如果说你可以提一些希望，比方说，哎呀，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会很开心。爱的语言就是我要体恤你，我要理解你，我要包容你。对，谈恋爱嘛，就是要让双方彼此要让对方感到愉快。好，看片子。直抒胸臆的歌词，坦诚热血的态度。摇滚对我来说是乌托邦。我叫李海浪，来自深圳。摇滚带给我热爱和追逐。我会带着签满歌迷名字的乐队旗帜，参加各地音乐节，感受现场释放的氛围。摇滚带给我勇气，在我人生的黑暗时刻，支撑着我继续前进。从小父母就离家工作，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有一次，爷爷出了意外，在生死线挣扎了很久。出意外的时候，我才8、9岁，第一次体会到亲人的死亡离我那么近，当时一下子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也开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转专业，2次考研，成为车企工程师。习惯对自己负责的我，在工作中也能保持高自觉，任务再多也要积极面对，加班再累也会咬牙坚持。我一般不会跟父母去诉说工作上的事儿，主要是怕他们担心，也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我的生活少不了各种社交秘籍。攻略对象1：爱跳广场舞的阿姨。攻略方式：和阿姨一起快乐广场舞，一边和阿姨拉家常，一边嘴甜夸赞。攻略对象2：爱下象棋的叔叔。攻略方式：凝心静气地和叔叔们进行思考博弈，用实力征服叔叔们。攻略对象3：爱看动画片的小朋友。攻略方式：利用声音模仿各种动画人物。熊2：说的光头强又来砍树了，和小朋友一起做表情搞怪。攻略对象4：爱美食的同龄朋友。攻略方式：给朋友们做饭，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我的全年龄社交秘籍，让我的生活充满欢乐和温暖。希望未来的你聪慧独立，我们能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去做最幸福的人。要不然来唱一个？好啊，好，来。好。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你陪我200句伤，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谢谢大家。回忆一下，有没有哪几句歌词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你们，或者照亮过你们的人生？4号。大家好，我是4号，女生孙博，今年是36岁，来自美丽的草原内蒙古，我现在是居住在南昌，主要是做人事工作，同时我是一名直升机的飞行员。
最近听了一首，我觉得特别感慨，就是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生算你岁月长流。父亲，对，这哥们儿是个中华小曲库，你只要能起头，没有他接不住的。哦。14号，有一首歌是妈妈是女儿，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妈妈会留在童年给我打很多电话，说院子的花开了，我先挂了地铁上。因为这句歌词我确实有和我妈妈说过，因为有一次我坐在地铁上给我妈妈打视频，然后打着打着就是要上地铁了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先挂了，我在地铁上。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哭了，我之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哭，会想家。母女情深。李慧慧，你好，男嘉宾，我看你的 V42里面有说你有跟长辈们比较好的一些交流，你很喜欢这样的方式是吗？对对对，你从这个方面会感悟到什么吗？就是我们总会步入不同的阶段，就比如说我们都是从3岁到13岁，再到30岁，或者说到年龄更大，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些相应的一些经验。就比如说跟小孩儿可以在电梯里面逗他玩，一般那些小朋友就很怕我，主要是看着就矮矮的，然后就是这样望着，然后我就会逗他，这样，然后就很好玩。像叔叔阿姨的话，就比如说他们生活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困惑，就比如说超市里面的菜价格怎么样了，我也可以关注一下动向，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做饭嘛。就比如说菜如果降价了，那我也得跟阿姨一块儿去抢。好，谢谢。你别说，我觉得这还真是一个人生小智慧。我打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的朋友什么年龄段的都有，但是相对年龄分布最少的是我的同龄人。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从比你年纪大的人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的智慧和经验。但是反过来，当我到人到中年的时候，我又可以从年轻人那边获得很多。1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说你当时 VCR 里有讲到跟父母报喜不报忧这个点，然后我其实还挺有感触，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说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他们会替我开心，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有帮到我，反而是我跟他说，比如说我生病啦，或者说就吃坏肚子了，我爸爸就会给我发一大长串，说你要吃什么药啊，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啊。就虽然我长大了，但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能够帮助到我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我告诉我妈妈的时候，她其实会难过，所以有一些比如说不好的消息我都不会告诉她，她也帮不到我，甚至说还可能睡不着，所以我就会减少她的负担。对，我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不说。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来不了。为什么来不了？我跟我妈就隔前后楼。为什么来不了？腿摔断了啊！什么时候摔的？我说2个月了，腿摔断也没跟他说。他们说那我过来吧。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不说。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来不了。为什么来不了？我跟我妈就隔前后楼。为什么来不了？腿摔断了啊！什么时候摔的？我说2个月了，腿摔断也没跟他说。他们说那我过来吧。好，看下一条。相似的2个人，到底适合做朋友，还是做恋人？我的初恋在大一，我们一个专业，爱好性格都很契合。我以为找到了灵魂伴侣，所以我主动出击，大胆表白，终于我们在一起了。刚开始我们相处得很自在，但慢慢的他变得有些敷衍，约会总是迟到，不再主动找我聊天。直到520那天，他拒收了我的花，还给了我一封信。原来对于相似，他和我有着不同的理解。海浪啊，我觉得我们确实比较相似，但就是因为过于相似了，
我们的相处比较平淡，感觉没有很多的意义，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好。我初恋的话，可能觉得过于相似的话，就像无聊的照镜子，但我认为这是恋爱的基础，也能更快的理解对方。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2个人可以走很远。很久我没有恋爱，直到考上研究生，在实习的城市遇上了他，他是主动出击的那个人。Hello， 你好，我不太会拍照，手机像素也不太好，能把你拍的照片发给我吗？那之后，他经常找我聊天，和我一起拼车下班，约我吃饭。其实当时是能感觉到他的好感的，也有些比较相似的地方。由于上一段恋爱让我比较受挫，可能觉得主动不一定会被珍惜，所以也不敢踏出那一步。直到他特地来到我的城市。来，我给你拍照。啊，你不是不会拍照吗？你笨蛋啊！这都是想要到你的联系方式。啊？是不是要我每次主动才行啊？那我们在一起吧。好啊。因为他的执着打动了我，后来因为异地和生活压力，所以我们选择了和平分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向往细水长流的爱情，也希望和你心意相通，希望未来的我们彼此信任，彼此依靠，愿爱无忧。问题来了，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找一个生活中跟自己高度相似的这么一个人做另一半？1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找一个50%相似度的人会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三观啊是比较契合，但是我们的性格是互补的，这样的话能够走得更长远一些，而不是在照镜子。对，就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在人生的大方向，就比如说三观啊，还有一些普通的一些认知方面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在小方向的话不完全相似，就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做决定，如果2个人都优柔寡断的话，其实很难成事；但如果2个人都特别冲动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也都不好，这样比较契合。是的。2号。男嘉宾，我觉得就是我想找一个跟我的优点相似，但是缺点不相似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优点就可能都有比较正的三观，然后都很有上进心，那这样2个人会互相欣赏。然后也可以共同进步，但是缺点不相似。就比如说，我可能时间观念不是很好，那我就希望他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就在缺点上可以互补。哦，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对我来说。对，这个比我的表达更好。他是个能聊天的。你说，哎，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刚才你们说的话有趋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好是价值观和生活习惯比较相似，那好过日子。吃饭的口味啊，作息啊比较接近，就是生活习惯相似，但是呢，兴趣爱好又有不同。21号。男嘉宾你好，你的第一段恋爱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然后第2段恋爱相对来说比较热烈吧。然后我想问一下，2段恋爱给你的感觉就是哪一段比较好？其实第2段会更好一点，因为其实相似程度更高，然后同时我们对于音乐的听歌风格上也比较相似，然后一些还有日常的一些作息啊，就比如说我们可能都是差不多晚上11点钟睡，对。这孩子听歌听不到一块儿，估计是他们就过不下去的，我估计。我在想，在你的沟通过程当中，当你遇到跟你观点一致的时候，你会非常热情的说：“对，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你可能在生活中一直在寻找那种相似的、你熟悉的话题、你熟悉的歌曲、你熟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增加自己的自信。相似的本质，它是一种安全感导向的，就是那种环境让你觉得舒适惬意。但是它会缺乏一种破坏性的成长性。你要成长，一定要疼痛，才能涅槃，才有缝隙，才有窗口，才有可能性。
所以这不是跟爱情倒不相关，这可能是你自己人格特质、自我成长的一种对动力的方面，像性格之类的，对，跟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未来也可以想想怎么去破这个温暖的人格茧房，然后拥有更多生长的可能性。谢谢陈明老师，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错失谢谢大家，再见。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各位女嘉宾、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江一飞，今年25岁，来自上海。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跟你一起打卡有趣的咖啡店。李慧慧。你好，男嘉宾。你好。我跟家人有去北京故宫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好像在故宫的北门附近有一个叫角楼咖啡馆。然后它是那个充满了一些故宫元素，比如它的梁上啊，还有墙壁上都有，甚至它的拉花上面都会印着皇上驾到啊这种字眼。我觉得还蛮有中国韵味的一家咖啡馆，可以推荐给你。好的，谢谢。这个让我想起上海一家咖啡馆，去过一个武康路上的宋代咖啡馆。哇，哇，很像。也是这样子古色古香的氛围。这个一看就觉得进去要喝茶了，结果点的上来是咖啡啊，很混搭。陈菲菲。我也想推荐一家南京的一家非常有特色、有趣的咖啡店，在古鸡鸣寺景区那边，叫古生物科学咖啡店。哦。它在很漂亮的落地窗前可以看到整个鸡鸣寺的全景。哦，这个很漂亮。然后每年3月底，古鸡鸣寺路上那个樱花开了，人挤人。那我们可以直接坐在咖啡店里看樱花，不用去人挤人。哦。你的第二个诉求？我的第二个诉求是，我不希望你口是心非。就是我觉得在两个人相处过程中，应该都把自己的想法主动的告诉对方，就是有的时候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子可能会委屈自己，对这段感情也不是很好。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没有口是心非，我直言直语的话，你会受伤吗？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宽容的人，我应该会去接受你的这些想法。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两个人都会有一些想法，应该及时的跟对方去沟通。谢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中没有办法不口是心非，比如说第一次带女朋友到家里边吃饭，你妈妈张罗了一桌菜，其实做的真不怎么样，很难吃。比方说，我妈做菜怎么样？太难吃了，真吃不下去。他起码都会说，哎呀，挺好吃的，阿姨做饭挺好吃的，对吧？有的时候没办法。对呀。来，王梦瑶。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不喜欢女生口是心非是，你不喜欢这一行为，还是当女生口是心非的时候，就是你理解不到她那个点呢？之前有一段情感经历吧，就是我当时是一心想要出去玩，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答应了，然后来玩了之后，他当时比较的荡，就一直在酒店里面睡觉这样子，没有精神。
后来我问他，他才说是跟朋友之前出去玩了。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些事情应该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个时间再去玩啊，这都是可以的。这个可以理解啊。是的，其实如果放在长线来讲，真诚永远是最优先级的沟通策略。这个我们可能有一些权宜之计。我在想，刚才比如说孟老师提到了几个生活中看似礼貌的场景，你要把所有的细节区分得更开一点。比如说，那顿饭吃完了，尤其是在吃完之后两人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说，其实我非常感谢妈妈非常用心的做了今天这桌菜，但是这个辣呀，还有某些的这种食物的烹饪方式，其实是我不太喜欢的，但是没关系。对，也不是说表达就是好像是冒犯，其实表达是一种真诚，是愿意继续交往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你就说好好好，挺好的，下一次去吃饭又变成这样，会有更多滋生的麻烦。我教你们一个更好的办法。我说啊，我妈做的那个菜，那个吃的怎么样？你们家的这个米饭太好吃了。挑好的讲是吧？对不对？这也是口试的一种，没毛病。好，看片子。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地铁成为了城市的血脉。在地铁运行的背后，离不开程序的计算。我叫江一飞，一名地铁信号软件开发工程师。欢迎和我一起感受城市脉络的跳动。4年的海外生活，硕士毕业于爱丁堡大学通信和信号处理专业。回国后从事上海地铁改造升级。2022年，我参与主创的技术开发，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未来会实现地铁零距离无缝衔接发车，这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我觉得这份工作十分有意义。生活当中，我喜欢刷一些手工类的短视频，比如纯手工人造帆船，如何打造一个玻璃屋。我会尝试用数字逻辑来架构这些奇思妙想。我想设定一个自动浇花程序，或者是一款一键式控制家电的 APP， 实现全屋生活的智能化。我也喜欢做一些体感运动游戏，感受智能化运动给我的无限想象。运动不止居家，也不止自己。周末的我有着不同的打开方式，我会约上3两好友来一场大汗淋漓的羽毛球赛。主动社交，这是我拒绝技术宅的秘诀。我还会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留学期间走遍欧洲大部分国家，用相机记录下飞鸟掠过水面，微风轻抚野草，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和细腻。回国后我也会到处走走，用航拍记录下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水光涟漪的湖光山色，领略壮观的山河美景。相册中的足迹是我记录的时间和岁月。我也会有一个人的小确幸，买一束代表着希望的郁金香，做一顿简单的3菜1汤，打消一天的疲惫。收集一些不同类型的盲盒，享受生活中的惊喜，以及对于未知的探索。我也希望把这份确幸带给未来的你。赵美文。男嘉宾你好，您刚才有提到仪式感这个词，其实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过的嘛，我也比较注重仪式感，我会一个人在家，我还要贴那个窗帘、窗花。哦。甚至在包饺子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再加一个硬币进去啊，然后自己吃到的时候就感觉幸福感满满，就这种。谢谢。你好，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可爱，就是我也是过年的时候，因为会跟着我妈妈回老家嘛，然后是在河南那边，然后我们过年也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我觉得特别幸福。你一个人包饺子也包个硬币在里边？对啊，那吃到之后很开心啊。一定自己会吃到那个。你会不会吃到的时候把自己戏就做足？哇，这么巧吗？会，我说我运气好好。我还会给自己包个红包。王梦瑶。男嘉宾你好，就是说到过年，因为我是河南那边嘛，然后我们家乡就是在年货的准备中就会有一个就是炸物，
就是会炸一些肉、排骨、丸子、豆腐、莲菜这种，并且是炸这么大盆的那种。然后我姥姥每年都会炸很大一盆，然后分给我们各家，就是它会寓意着一个丰收啊，还有一个富裕这样。然后每年冻在冰箱里，可以吃一整年。特别幸福，就是过年就是好多亲戚都会来到你家里面，大家换这些年货，特别温馨。对。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很好奇，因为在你的 VCR 里面嘛，就是又喜欢摄影，然后也喜欢打羽毛球，因为这2项我也很喜欢，然后我就很好奇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哦，我之前刚做过那性格测试嘛，其实是个 I 人。哦，这。对，我工作当中就是个 I 人，每天就这样板着个脸，你知道。但是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开放、很自由随性的人。周末的时候，像刚才 VCR 里，我会带上朋友一起打羽毛球、打桌球、打保龄球，然后也会选择可能自驾去周边的城市玩1-2天。那你是有想过想找 E 人还是 I 人吗？我其实更倾向于 E 人。哦。比较活泼外向的那种。现在相亲都是这样吗？谁是 I 人？I 人举手我看看。我找 E 人。1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 VCR 里面有讲到你喜欢用相机去记录你的旅行和生活嘛？因为我平时也是，如果我自己旅行的话，我也是一定会拿手机拍那种短视频。我去年不是带我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嘛，然后我也有拍一个到不同的景点去打卡的一个视频。太好玩了，永远是爸爸靠过去是吧？对对，我爸爸是很搞笑的，然后就靠。我看到过这个创意，我觉得特别好玩。我更多可能是拍一些就自拍嘛。你有照片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有，我当时在爱丁堡的时候拍了春夏秋冬1年的4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春天，这个是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它里面大概有400多株樱花，也是全世界樱花最多的公园之一。然后这个是南法，第1张是尼斯，然后第2张是那个仙人掌小镇，就是地中海沿岸的这个风景特别漂亮。秋天的话就是树叶都是黄的，特别漂亮。第1张是爱丁堡的王座，然后那天下了雨，我就出去散步，刚巧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彩虹，就拍了下来。哇哦！然后这个是冬天，爱丁堡下完一场大雪。哇哦！然后这个是他们堆的雪人，还有那个天鹅湖，然后我还爬上了王座看了日出。孟老师他拍的怎么样？好，拍得好。谢谢。但是我觉得在国外拍照片，至少要注意一件事情。我比如说回到第一组这个春天，这组照片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一模一样。起码中国有100个城市可以拍出这4张照片来。所以呢，拍这种照片在国外记住2件事：画面里边带上建筑，带上人。一有人，一有建筑，你看你最后那一组远远的尖尖的教堂，马上想起爱丁堡的建筑。24号。男嘉宾你好，我感觉我们2个的爱好就是有点相似，又有点区别。我也很喜欢记录生活，但是我发现你记录的大多都是生活中的景，然后我是比较偏爱记录生活中的人。就比如我是一个时常自我怀疑的人，所以我非常珍视大家给我的肯定、表达的爱意。就比如我会把妹妹给我写的信，还有长辈给我的红包、同事给的贺卡，全部都粘贴在我的手账本里。
然后当自己陷入又怀疑或者失落的时刻，可以拿出来翻看一下，然后就能更加认可自我价值了。感觉这个特别治愈，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朋友也不是特别多嘛。然后男生朋友可能平时也不会说节日里写个贺卡，反而更多的可能就出去约着玩。但我觉得你保留大家给你这个信特别打动，我觉得很好。好，看下一条。失败的爱情就像错误的程序代码，总能让你从中学到些什么。我的第一段恋爱发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的热情开朗吸引了我，相同的国度和背景，让我们慢慢走到了一起。他会和我分享他喜欢的歌，讲述他家乡的美好。我独在异乡的平凡日子被赋予了浪漫的含义。但随着相处的时间增长，我们之间的性格差异也开始慢慢显露。我们约定好去英国湖区玩，一路上我兴致勃勃，而他却昏昏欲睡。今天天气很不错，一定很出片，要不要一起出去拍？好，等我5分钟。你怎么了？感觉你一直很困。昨天跟朋友出去通宵，今天实在没精神。相比起2个人单独相处，他更喜欢一群朋友的热闹。我尝试融入，但他只顾着和朋友一起玩，并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我觉得他似乎不够爱我，对于亲密关系的理解不同，也让我们渐行渐远。第2段恋爱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初见时就被他独立自信的气质所吸引。相熟之后，他主动约我去了游乐场，也在那天向我告白了。因为工作原因，公司派我去法国培训，他不顾7个小时的时差，每天会等我下班，一起视频。这种亲密关系让我觉得感动且浪漫，但这段感情熬过了距离，却结束在了回国后的点滴。那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合适的 offer， 我帮他整理简历，挑选公司，他却常常抱怨，你为什么什么忙都帮不上？日复一日的负面情绪，让这段感情走到了最后。我觉得遇到问题应该2个人共同解决，感情中太多的负面情绪真的会让爱情面目全非。希望未来的你性格开朗，有着清晰的人生规划，漫漫人生，我们携手共赴，向阳生长。17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就你理想状态中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理想中的亲密关系肯定是围绕着恋爱双方的，但是呢，双方会把对方也介绍给他的朋友去认识，大家也可以打成一团这样子。但是你刚刚看你的 VCR 哈，看到了你前女友因为跟她的朋友相聚更多，然后你觉得融入不进去，那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当时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我的性格确实跟他朋友的那个圈子就不太符，我自己就有尝试融入，但是就大家并不是聊得很来这样子。好，谢谢。14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听到您讲负面情绪给你们第2段感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如果有负面情绪的话，该怎么办呢？你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会向另一半输出吗？我不太会把负面情绪太多的抱怨给另外一半，因为毕竟本来就是工科男嘛，我肯定是更倾向于自己去想一些解决办法。其实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你不可避免肯定会有一些挫折，但是我觉得抱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2个人应该来共同提出解决问题的想法，然后来共同面对。抱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它是调试我们情绪的办法。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说好了就。对。6号。男嘉宾你好，我就听说工科男有工科男的那个浪漫，就是如果就是说我在抒发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不会用你所学的知识，知道的一些什么，设计一些小程序给一些浪漫的东西呢？
这个之前可能并没有做过，但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说去设计一些东西，但是我会去买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花，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来讨好他，这样。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马蕊。你好，男嘉宾，想问一下，你会因为感动而去接受一个追求你的女生吗？可能并不太会，我可能更加自主一点吧。谢谢。我想问是，你会不会因为感动而接受一个男生呢？可能会，哎，我可能会。我觉得你的回答特别诚实。如果我们对另一个异性没有那么大的反感的情况下，只是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感觉，但是你并不讨厌他的时候，别人对我们好，而且我们又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好，怎么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亲密关系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而且我们看看身边周围，这种例子绝对不在少数。现在留灯的是6号、7号，有请6号、7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看大兵，16号。我们来看一下江一飞的直推女生。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江一飞的直推女生。24号何璐。男生精致浪漫，内秀有品，外在个性鲜明，内在善良有原则，思维灵活新颖，热爱生活，渴望灵魂契合的伴侣。女生呢，浪漫知性，聪明好学，独立上进，个性热情细腻有温度，非常重视亲密关系中的陪伴和感受。两人核心价值观相似，都享受精心准备的浪漫时刻和温馨平淡的日常耳语，是温暖又实力相当的一对。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王兴伟，善战的狼，生产的驴，只说一次的话，上头困难户。只说一次的话吧。分手不该成为吵架时随口而出的词语，但凡说出都应该是深思熟虑，不会收回。赵美文，鸳鸯火锅安静的我的情绪。我的情绪吧。不开心时像个哑巴，开心时像个喇叭，烦什么就扔什么，懂得知足，天天幸福。何璐，我的恋爱观：消极与乐观。恋爱中的我，消极与乐观吧。会提前设想事情的最坏结果，并为避免坏结果而努力。当坏结果发生后，会带着平常心去进行复盘，不会因此太伤心。熊一林，欣赏不来，我的网购收藏夹，喜欢这样的我吗？第3个吧，喜欢这样的我吗？嗨，大家好，我是依林。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这是我闲暇时待在店里的角落品茶。这是我能让一个仙女变成一个更好看的仙女。这也是我拉得了货物也用得了电钻。这还是我乐于和朋友分享生活。你们没看错，这个仙女也是我。我叫熊依林，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你喜欢我吗？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嘿，
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她还在看这大屏，屏幕没了。哈，不好意思。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女生用香水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哪种气味呢？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还是酒香？为什么？我会选择木质香。我说过，我比较喜欢男生的类型是沉稳一点的。我觉得木质香更能体现出一个人是沉在下面的，而不是说一个比较浮躁的一个性格。好，谢谢。我是酒香，因为我平常心情不好的话也会喝酒啊。我幸亏没说，他刚才说还有酒香，我在想哪个女生会说酒香，真有。24号，我觉得应该是空气感，因为我是一个可能头发比较茂盛的人，我靠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可以闻到就是头发的间距里面，它们是有一种互斥的空气的味道在的。好，谢谢。6号。可能是水果香吧，因为我可能比较偏向喜欢橙子和柠檬类的味道。好，谢谢。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6号。再见。他当时看完那个 VCR 以后，整个人就沉浸在6号女嘉宾的美貌中，跟傻了一样的。对，他无法自拔，叫都叫不回来。对，尤其是你喜欢这样的我吗？他就完全被一段视频打动了。对，这就是爱情啊！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齐伟江，来自贵州遵义，今年28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带你一块儿去赶集。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去商场或者超市赶集。我在的家乡的话，大家会拿着自己种的，或者说自己养的土鸡蛋啊、蜂蜜啊去赶集。哦。还有，我觉得就是杀价这个环节，我觉得挺享受这个过程的。比如说，你说50啊，我说35，你说40，我说38，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玩的。你们那儿的粉也很好。对对，绿豆粉，然后丝丝粉、羊肉粉很多。羊肉粉好吃，你们那儿。贵州菜很好，酸不筋儿，酸酸辣辣的，很好吃。李慧。男嘉宾你好，说到赶集，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每周日早上6点都要早早的吃好早饭，然后坐2个小时的船去镇上去赶集。那一天你想要买什么都可以，然后到了12点的时候，中午一定要回到那个坐船的地方，再坐2小时的船回去。因为如果你没有赶上那个船的话，你就得让你的家人划3个小时的船来接你。好。因为我们那边特别远，我是江西的。江西哪里？江西吉安。
你刚才从他的话里边描述的，其实是一个过去特别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的这么一个场景。在过去1个月，差不多你只有3次赶集的机会。比如说一个小伙子在集市上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一下看到眼睛里面就拔不出来了。他下次要再见她，必须是10天以后的另一个集。他还会到这儿来，就等着这个姑娘会不会再出现，也就是见上一面。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很多的小说、过去的和散文里边会出现。孙博。拿嘉宾你好，我是去年自驾，然后从千户苗寨是到了贵阳，然后去吃了那个丝娃娃，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其实本来我们的路线是有这个遵义的，然后只是因为就时间比较赶，然后就特别遗憾就错过了没有去。然后我还特别希望就下次有机会去遵义去赶一赶集，然后到时候可以联系我，带你去吃那个酸娃娃、酸汤娃娃。您的第2个诉求？就是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对闹钟有条件反射。会怎么样？就是我以前是在部队当兵，然后我们听到号令或者说哨音，就马上就要起床嘛。然后这也养成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我现在可能只要听到闹钟的声音，我就会立马弹起来，然后马上把那个闹钟关了，然后起来上班。13号。男嘉宾你好，那想问一下，你介不介意我对闹钟没有条件反射？觉得这个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如果说你起不来我觉得多设几个闹钟没事儿，或者说你有事儿，我叫你起床，我叫你起床。1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也有一个条件反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就我爸妈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看小说嘛。然后我是怎么判断我爸回来呢？就是我爸回来的时候会开车嘛，然后那个车声我就是一耳我就能听得出来是他的车声，还有他那个开门的声音，我也能知道哦，就是他回来了。我就赶紧把那个小说塞到我的书里面，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听到我家里那个开门声，我还会心里咯噔一下。好，看片子。茶香缕缕，细品慢酌，每一口茶如人生路，苦涩甘甜交织相融。我是齐伟江，出生在中国茶叶之乡贵州梅潭县。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和茶有关，比如奶奶经常做的油茶汤，每次我都会吃得干干净净。和同学在茶海里奔跑玩耍，放风筝，登上观海楼，望着远方大海。或者爬到大长湖上下远眺，尤其夜晚望着满城的万家灯火，觉得家乡的风景真美。正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城，塑造了热爱宁静自然的我。小城故事多，我的经历也很丰富。我曾经在武警部队当过2年兵，退役后又担任过1年多的驻村干部，在村里负责防火、防诈骗宣传，化解矛盾，以及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现在我成为了当地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希望把学到的知识用在家乡的发展建设上。工作之余，每个周末我都会去看望奶奶，陪着她聊聊天。她喜欢听我讲我的生活和工作。小的时候，奶奶走亲戚做客的时候，经常会给我带一些酥糖和糕点。冬天，奶奶还会用热水袋给我捂脚，生怕我觉得冷。虽然已经90了，但她笑起来还是跟孩子一样。从小到大，这座小城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小时候，我经常在梅江河游泳、抓螃蟹，现在我也喜欢沿着河边散步。那家熟悉的餐馆的老板从小看着我长大，每次去都会热情地喊我的名字。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个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其实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家乡有着我所熟悉的人和事物。
虽然毕业后也去了其他的地方工作，但是我更喜欢家乡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我回到了家乡生活。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想带你来我的家乡，我们一起游茶海、登茶壶、喝油茶汤。我今天来上班就忘记带茶叶了，喝的就是他的那个茶，挺好喝。就是我们贵州有大家可能开玩笑说的三宝，第一个就是贵州茅台，第二个就是我们贵州老干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遵义红茶。梅坛红茶的红可能有2种解释，一种是它茶本身的质地性质，第二个是它背后的历史原因。因为之前梅坛其实并没有这样很久的在中国古代的这种种茶历史，但是1939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整个中国的东南沿海就完全海路被封闭了，然后我们当时又迫切的需要出口很多的农业产品作为我们的资金的由来，所以当时反复选址要在西南找一个就是大后方的茶叶种植基地，最后选在了梅坛。所以后来梅坛的茶叶远销海外，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外汇，所以也有一段红色历史吧，这也是它红茶的红的一种色泽。谢谢陈老师，给我介绍我们梅坛的茶叶。你们那个标志性的建筑是个大茶壶，天下第一壶，哇，还上了吉尼斯纪录的。这壶身中间一个是窗户吗？还是什么？有很多，比如说茶道馆呐、可以走到最顶上去。哦，能感觉到男嘉宾真的很爱自己的家乡。是的，对对。17号，那个男嘉宾你好，我的老家呢是江西景德镇。那江西景德镇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叫做浮梁红茶。哦，曾经还有一首诗是专门写浮梁红茶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去浮梁买茶去。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品尝一下。好的好的。朱天真，男嘉宾你好，刚刚看到你有一直提到那个叫油茶汤是吗？我特别想知道那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因为看起来确实好香的样子。就是等油热了以后，把黄豆跟茶叶炒制而成以后，加那个热水，然后再加一些配料，比如说糙米啊、花生碎这样的，然后放盐和那个花椒。哇，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贵州的那个土豆啊，对对对，就是那个香辣洋芋，那个特别好吃。对对对，那个。然后就感觉贵州那边土豆片儿。对，然后但他那边调的那个口味就是咸辣咸辣的，就特别的香脆。这不得不抗饿了，这个。贵州的土豆做法也很多，大家应该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的卤洋芋、蛋包洋芋、洋芋饭、锅巴洋芋、洋芋颗颗、烤土豆、洋芋丝，太多了太多了。哇哦9号，就我有看到男嘉宾 VCR 里面说你有经历过1年半的基层干部，是不是啊？是的。对，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暖心的故事啊，或者说有趣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我在的那个村子是比较偏远、海拔比较高的一个村子。然后我记得22年夏天嘛，那时候比较干旱，然后有一个老奶奶，然后她跟我说，他们好多人都缺水了。我说我先给你送一点水来，我说要不我给你挑点儿。然后我跟村民队长我联系他，然后去山上找那个水源，通过联系我们当地的一个水务站，把咱们小组的水给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我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这个事儿它不是老奶奶一家的事儿，它是一个村子的事儿啊。对，就是村民还把他自个儿挖的折耳根和那个土鸡蛋给我送过来了。真的，我觉得那一刻心里面就觉得挺幸福的，这是我觉得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李慧，
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在贵州待过1年，我在贵州凯里那边也是非常缺水。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妈妈就告诉我们必须要节约用水，然后我们可能洗脸，然后洗完脸的那个水可能要拿来拖地呀，或者是说要去干家务之类的。这个习惯也让我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不浪费的一个习惯，可能现在这个习惯都还会保持，比如说淘米水会拿来浇花。真很好哎。2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你的过往经历，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板正严肃的人。但是我是一个非常自由散漫的人，就有些时候，比如说走在路上，我突然很开心，我就开始唱歌，就开始跳舞。所以我会担心，就是你跟我这种人相处，会不会觉得太诡异了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完全说的相反吧，可能在台上有一点紧张啊，但是我觉得我私下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谢谢。22号虽然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但现在的工作是一名茶艺师。我还参加过茶艺比赛。哦，你也会？茶艺师那是终端，这是产地。对。好，看下一条。曾经的我在感情中不够主动，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才向她表白，表白时却被告知她已经有男朋友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也让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毕业后，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生，第一眼就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心想，这次宁愿被拒绝，也不能再错过。于是通过朋友打听她的情感状态，得知她单身后便主动追求。这次改变让我获得了这份珍贵的感情。我会很珍惜另一半付出的点点滴滴。他为我学做菜，做过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这道菜虽然味道很一般，但那一刻我却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糖醋排骨。我想，也许是因为爱，才让一道普通的菜变得不普通。我觉得恋爱中的男生也应该体贴一些，每天一句简单的问候，天冷时买的一杯奶茶，哪怕再小的事情，都是我温暖的爱意，都是我对他的关心。在感情中，我不太能接受的是，对方不对外公开我们的关系。我曾经和一个女生交往了大半年，她父母都不知情，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不尊重和不信任。现在我身边很多人都结婚了，我发现有一些男生婚后对女生的付出越来越少，但我的父母却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已经快60岁了，但感情依旧像年轻时一样甜蜜。我的父母在大街上依然会手拉着手，还有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虽然他们都会见到，但我的爸妈他们总会白天有空的时候打着电话问候着对方。这样的感情十分难得，我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女生，彼此珍惜对方的付出，我们在一起10年、20年、一辈子，都还像恋爱时那么甜蜜。20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一起大概多久公开对方呢？我觉得不是说多少天吧，就是说我们两个可能觉得达到了一个状态，然后我希望的是两个人就能够跟自己的朋友啊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样子。谢谢。3号。男嘉宾你好，就想请问你觉得两个人交往多久一起出去旅游会比较合适呢？我觉得就相互商量吧，也不是说要多久。那可能我觉得刚好我工作的时候能够休假，或者说你也有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如果说可能没时间，那就再说，对吧？那关于旅游的地方，你是想自己做主呢，还是听对方的意见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大的我会，然后自己先做一下，然后再跟女方进行一个商量。李慧慧，你好，我想请问你的 VCR 里面说你有追求过女孩子，
我很想问一下大家，怎么样才算追求呢？因为有的男生说我只是带你去一块儿去吃个饭，我去接送你一下，这就算追求。然后3天如果你不同意，那就算就结束了。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别的女生有没有你们看法的？24号。我也是特别看重这个言语上的表达，然后不是很会看重对方的行为。就比如追求这个行为，其实在民法上可以认为是一个邀约邀请，就是我给你一个跟我走进恋爱关系的一个邀约，只要你答应了，我们这段恋爱关系就成立了。我觉得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明示表达的。跟你谈恋爱会很让人紧张，我的每一个行为我要留下证据。9号，就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哎，你看这又不一样了。来，你说完。就每天跟你发早安、晚安，吃了吗？睡了吗？哎，那为什么不说哎吃了吗？那我们要不要去吃一点？哎，你是不是很无聊？那我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逗你开心？或者说给你买个游戏机，带你出去看电影？说什么没有用，要看做什么。10号，我觉得其实女生多少是懂一点心理的，女生是懂她要是喜欢我，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地方啊，说一些话都不用说具体表达，我们心里其实是懂的。我就在等一个女生说这个话。大家都是成年人，难道人际交往的那点事情不懂吗？一个男生天天跟你早安、晚安，给你送点小东西，约你看电影、约你吃饭，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你又没说过，你来回答一下8号的，你认为什么就叫追求？好，来。就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自个儿去追，或者说有人介绍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就比如说哈，如果说是你自个儿去追的话，你肯定要表明自己的一个心意嘛哈，跟女生进行一个表白。但是我觉得可能介绍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肯定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接触，是这样子的。最后一个问题，23号。男嘉宾你好，因为你之前是当过兵嘛，因为我爸爸是当过兵的，就当过兵的人，他们就是骨子里会有一种服从命令吧，然后办事特别有效率，所以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在未来你跟你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是希望她就是生活上也像你一样，就对于工作的那种效率很高，还是说就是希望她可以随意一些？就我觉得这个根据工作的性质来，然后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我其实生活中没有这么严谨，可能严肃，可能在台上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有点严肃，其实还好了。23号是哪里人？刘征。我是大连人。我去过大连。现在留灯的是23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自推。齐伟江的自推女生是20号于小晨。男生性格大方洒脱、简单直率，有一说一，是务实的行动派，会在不断实践中学习和成长。女生优雅恬静、随和合群，有上进心，追求品质生活。两个人的性格互补又合拍，男生需要对女生多主动，在男生的带领下，两个人能够成为浪漫又甜蜜的一对，供两位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就是你闲暇的时候，你希望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20号。我希望可以和自己的男朋友独处，然后一起去旅游啊，或者在家里待着都可以。23号。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工作比较忙，然后希望分出来一半的时间留给自己，然后一半的时间可能留给另一半吧。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20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可以牵手23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
23号，23号，23号。哇哦！当你喝可乐，当你骄傲，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再见。知不知道？他以后有个岳父也是军人，那喝酒有的聊了。关键他一留灯的时候，他马上说：“我也去过大连，是吧？”他也去过大连，对。大连。然后去牵手的时候，那个喜不自胜。好的，好好开始谈恋爱吧。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在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晚上好。我叫那旭冉，来自辽宁沈阳，今年35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我希望和对方一起去冰雪大世界。哈尔滨那个？是的，是的。有人想去冰雪大世界吗？哎呦，这么多人想去。有人想跟他去吗？23号。大家好，我是刘宇航，今年23岁，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哎呦，哇，哎，这么巧的吗？我看一下资料，他不仅是来自哈尔滨，还来自于运动训练专业，所以对冰雪很熟悉。哦，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是只是想去哈尔滨，还是真的是喜欢冰雪？我是想牵女朋友一起去冰雪大世界。但是我对于冰雪的项目，我可以带着女生玩，但是我自己可能玩的不是那么好。谢谢。你去过没有？到底？我去过好多次。你都是自己去的吗？我带着亲妹妹一块儿去的。这是你妹妹啊？对，我的亲妹妹，我俩相差了22岁。哦，哎呦，13号。男嘉宾你好，我知道冰雪大世界有很好看的摩天轮啊，还有就是各种冰将们一个冰砖一个冰砖垒起来的，就是我感觉很梦幻也很浪漫。冰雪大世界，哈尔滨是一个传统项目，真的非常值得看。我去看了一下子，就觉得很震撼。第二个诉求是，我不希望对方是杂物黑洞。杂物黑洞就是房间乱呗。是的，是的，就是不太会收纳。1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平时呢喜欢买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不一定能用得上，可能用1次就放在家里落灰了，但是呢扔又不舍得扔，然后以后也不会再用了，这个算杂物黑洞吗？这个不算。哎呦，这个都不算。这最该算的就是这个。21号。男嘉宾你好，那你介意对方1个月才收纳1次，你会介意吗？其实我不会介意，因为我有入伍的经历，我对收纳比较擅长，然后收纳的问题可以交给我。哎，那如果是这样，他真的是个杂物黑洞，对你才更有利啊。
我希望对方不是杂货黑洞，但是因为我喜欢他，他是杂货黑洞，我也不介意。哦。我们来看大屏，给你一点机会，看看你挑一个，你觉得哪个会激起你的斗志？选3号。3号是谁？没关系，3号交给我，没问题。对，他是喜欢收纳的，甚至你就像超友说的，他要是稍微乱点，你就可以体现男友力。2号是谁？啊，于小晨。很干净。哎呀，家里边每天都这样吗？对，我的房间每天是这样的，然后衣服之类我会放进另一个房间。哦，放进3号那个房间是吧？好，来看片子。生活平凡单调，而我常怀热忱。我是纳旭冉，本科毕业，报名大学生军官，开启了6年零7个月的军旅生涯。退伍后成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10年的工作和生活，让一个涉世未深的男孩变成了独当一面的男人。却也是因为忙碌的工作，我有了人生的一大遗憾。我没赶上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陪伴家人的时间实在太少，决心要改变现状。我选择重新开始，攻读法学，转行成为一名律师。大龄法考生并不容易，自己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学习，一次就顺利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现在是一名职业诉讼律师。成为律师后，我变成了亲戚圈里最受欢迎的人，经常会收到亲戚朋友发来的问候。简短的寒暄过后，必然会有各种法律问题。纳律，我刚入职，试用期签多久？最长不超过6个月。纳律，房东要把房子卖了怎么办？买卖不破租赁，不影响你的居住权。纳律，我要辞职怎么办？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即可，不需要公司同意。其实我还任重而道远。没有当律师之前，我认为律师是一个经营感特别强的职业，每天西装革履，出入各种高档的写字楼，对法律法规倒背如流，就感觉特别帅。但当上律师之后，不光总是光鲜亮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派出法庭，要去跑项目现场做尽调，为了搜集证据，一天都在外奔波。所以律师不只是需要脑力，更需要体力。虽然很辛苦，但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大律又抢演唱会门票呢？对呀，这票可难抢了。哎，抢到了！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演唱会，可以宣泄情绪，可以回忆青春。没有什么是一场演唱会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2场。听演唱会前，就是一定要把这场演唱会的歌都先听一遍，让自己提前预热。我可能不是唱的最好的那个，但要努力成为最嗨的观众。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看演唱会。喧嚣的人群里，难免会有些孤独。今天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希望找到一位喜欢听演唱会的女孩，我们一起交换彼此的青春回忆。他已经设计了很多事儿，想找个女朋友去冰雪大世界，然后带着女朋友去看演唱会，项目设计的很多。7号。男嘉宾你好，刚刚听你说你是想找个女朋友去听演唱会的，那我想问，如果在那个演唱会你很想看，但是又没有抢到票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去场外旁听啊？会啊，因为我住在沈阳的演唱会奥体附近，然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奥体旁去听场外去听演唱会。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24号，哎，律师那儿一个律师。想跟男嘉宾交流一下，其实我在家庭中跟您扮演的身份是有点相似的，我也有一个小我18岁的妹妹。然后因为我们2个都是高敏感的小孩，所以他能让我看到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些对爱的需求，对夸奖的需求，所以我也很甘愿的去承担起一个养育他的责任。在整个看着他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的童年也得到了修正，一些遗憾也得到了补充。说的真好。哎，2个律师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回家可能会探讨法律关系，探讨案情，然后互相探讨，互相切磋，然后最后有可能打起来。他们但是这种
探讨应该会非常高效吧？比如说，哎，你对民法典婚姻编里的这一条你怎么看？哎，你的婚姻的态度就谁洗碗有没有法律可以依据？对。15号。男嘉宾你好，因为你是律师嘛，然后在我印象当中，律师可能会比较能言善辩，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和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两个出现了一些对问题上面的分歧，你会怎么处理呢？首先呢，我会跟你讲道理，但如果你不听我的道理，那我只能听你的。这好，先讲道理，不听就听你的，能商量啊。先说一下你在当律师之前的生活。当了几年兵啊？6年7个月。我是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有一个部队直招地方大学生入伍当军官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被招到武警边防部队，成为了一名副连职干部。后来国家机构体制改革，我成为了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然后现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父亲去世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说我选择了转行做律师。父亲去世是个很突然的事儿吗？在父亲去世的当天下午4、5点的时候，父亲给我打了一通电话，父亲问我怎么样，然后可能我因为忙于工作，我没有跟父亲多聊，但是呢，我问了父亲一声，我说父亲，你怎么感觉声音感冒了？这也是我第一次问候父亲，可能之前因为男人之间的沟通比较少，但那一天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的声音有点不对。但是父亲说没事儿，我就是刚睡醒。然后后来7点左右的时候，接到了亲人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他是一直在生病吗？还是？他是心脏突发的。他自己肯定也没有意识到。他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因为平时跟父亲沟通很少，在那个电话的时候，我问了我爸是否感冒了，这个我从来没有过。可能这个是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亲情之间的一个联系。很神奇。是有点遗憾哈。还没有尽到孝道。18号，你是想起了你的什么往事吗？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父亲是没事，我们等你。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父亲他是在我6岁的时候去世的，而且他是在晚上的时候接我的路上。当时我正在我舅舅家玩，然后6点钟的时候他来接我，我说爸爸你晚一点再来接我，我还想再玩一会儿。然后我爸爸说好，后面我一直等到很晚，我爸爸都还没有来接我。那个时候是暑假8月份，特别热，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很冷。我跟我姐姐说，我说姐姐我好冷啊，她说你怎么会冷？今天明明天气很热。她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就是天很冷。然后后面我姐姐就接到了电话说，我爸爸在医院里面抢救，他在来接我的路上出车祸了。然后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他抢救失败，然后去世了。这是意外突然性的这种离开。就是，如果一个6岁的孩子说：“爸爸，你晚一点来接我，还要再玩一下。”小孩可能会在想，如果早一点来接我，是不是就可以错过那个？对，很多孩子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就会觉得很愧疚、很遗憾。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能够找到某个责任人的。是。人生是最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所以对那些无可预见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命运当中会要承担的那个。它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快乐、喜悦、悲伤、痛苦，都是。谢谢老师。看下一条。作为一个35岁的爱情探索者，回首过去的感情之路，充满了曲折。第一段恋爱是大学时期，那时的我自认风流倜傥，对他的穷追不舍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会收买我的整个室友来撮合我们，但他越是这样，我越发叛逆。那时我对他说出了让我最后悔的狠话。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没想到隔天他依旧温柔如初。也许是日久生情吧，后来我就慢慢接受了他。但在一起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都说得到了就不再懂得珍惜，他不再顾及我的感受，爱吃的口味不同也会发脾气，故意用别的异性朋友去考验我在不在乎他。越来越多的争吵让我们陷入了冷战，所以感情是被动的开始，又被动的结束。第二段感情，他是我的同事，在工作中我俩互生好感，但因为现实问题迟迟没在一起。当时自己明确接到通知是年底要调走，他呢则是年初刚过来报到。然而最终感性战胜了理性，那是心动的感觉。我们不想留下遗憾，还是选择了在一起。朝夕相处半年后，我们就开启了相隔1000公里的异地恋。两地分隔后，我忙着熟悉新工作环境，对她的关心少了。其实开始她也挺理解我，但这时她的闺蜜就会帮她分析。我闺蜜说你对我不够关心了，我闺蜜还说你变了。因此，除了克服异地恋的距离问题，我还要应对各种外援的困扰。我觉得不管什么问题，都应该由我们2个人解决，而不是先和朋友吐槽一圈后，拿着结论来和我生气，这样只会让问题无限扩大。曾经年轻气盛的我比较被动，不够体贴，但现在岁月教会了我爱与被爱。如果此刻我喜欢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付出全部。我只希望此时此刻你也刚好喜欢我。李慧慧。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在 V42里面说有曾对前女友说过比较狠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可以方便说吗？可以，我说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啊，是因为这算狠话吗？这算狠话？这挺好的呀。对呀。对一个女生说这种话，我还是挺心疼的啊。当时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比较年轻嘛。然后，但是这个女生对我发起攻势，当时大一正赶上中秋节，她会买月饼、买瓜子儿到我的寝室给我室友送，也会给我送礼物，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所以我就对她说那个。然后说完这个话，还是变成女朋友了。对，后来意识到这话不对，然后再一个看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子。话倒挺狠的，其实人家稍微下点功夫他就怂了。你看你没听过狠话，你们女生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你们有听过什么特别狠的话？是我哈。我不知道我这个算狠不狠话，但是我听着很伤心。他说，你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女生，但是这个年纪我还想继续玩。好过分哦！对呀。何文琴。就是我的前任，他说他就是要报复我。他说也要把我对他的种种，就是我们生活中发生矛盾，写成66页的 PPT 发到网上。这个狠，这也更狠。这是逗乐吧？有一句话我听到说，闺蜜和兄弟之间是这样的，男生兄弟都劝和，闺蜜都劝分。你们觉得我刚才说的这话，你们认同吗？22号。我自己看我闺蜜也是这样啊，我就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孩，她哪里怎么样都很好。那我当然会对她的那个恋爱对象诸多挑剔，所以她这么对我也很正常啊。你觉得你闺蜜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没有，就是那当然我妈是最棒的。
我就我觉得他可以啊，反正不是我。2号。怎么说呢？我也是那种，就是我会劝分，但是就我最好的2个闺蜜，然后今年都跟我一直劝分的2个男人结婚了，然后我还是他们的伴娘，他们的男朋友也知道我劝分，然后我站在他们的那个婚礼上面，然后我的那个表情就是很手足无措，站在那就想着过往种种，我一直在劝他们俩分手，结果他们俩结婚了。我觉得女人到底分不分，也不一定闺蜜说什么就是什么，她无非是接闺蜜的口，表达她自己罢了。但是我发现女人在这个事儿心特别大，她共情啊，对啊，你说你男朋友不好，我说对，是不好，真不好，骂了半天，3天之后你们俩又如胶似漆在一块了，我在旁边无所谓啊。对啊，我们劝过分，他们最后又好了，也很正常啊，一点不尴尬。对啊，男人就会觉得啊，我劝我兄弟分，兄弟俩人和好了，肯定想这人不是东西。对呀，男人想太多了。你听完了刚才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什么收获？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听完了刚才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我不敢有收获，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2个人谈恋爱应该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如果女生总把问题讲给闺蜜，由闺蜜来分析，然后闺蜜分析完之后再反馈给我说啊，闺蜜说了我们怎么样，你就是不在乎不珍惜我，这个时候可能我会有些不开心。但我觉得男嘉宾，你真的不应该把这个账就记在闺蜜身上了。你女朋友她一定抱怨了那样的内容给了闺蜜听，然后闺蜜给她一个这样的反馈。这句话为什么灭了这么多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都干过这事儿？13号。男嘉宾就是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可能平时生活中对你有一些不满啊，或者有一些比较在意的点你没有做到，然后他借闺蜜的口来告诉你，希望你能有一些改变呢？对，会有这种情况。当时我是因为那个工作调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可能工作忙，然后出于对女生的一个关心和照顾，然后再一个我们2个是异地，所以导致了可能会跟闺蜜说一些情况。其实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你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派你闺蜜来跟我说，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不是我觉得一个女生的灭灯啊，虽然我有一点责任，你有很大的责任。对，但是女生的灭灯是你没有看清楚你们2个人真正出现的问题。这个女人不管跟闺蜜说了，她回来借闺蜜的话，还是她有些时候不敢跟你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至少问题摆在那儿了。问题摆在那儿，就是2个人就解决问题嘛，所以不要怪别人。我给你提供一个我刚刚听到的声音，我后面应该是有一位女生观众，她很大声的说了一句，说闺蜜就是家人呢。就当我们在聊说这个责任是不是在闺蜜身上的时候，女生其实会有一种强烈的就是闺蜜捍卫感。你伤我闺蜜如断我臂，就这种感觉。确实站在男生的角度会有一种策略上的迷茫，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夸她闺蜜肯定是错，对吧？那你批评她闺蜜也是错，所以你未来要好好总结和琢磨琢磨，就是这个闺蜜相处之道。我个人觉得就完全当成空气。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更同性的朋友，也是更好的策略。好的，好的。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